我是寻人 YouTuber 鲁罗罗。这次 1.3 版本将会迎来一个很佛的璃月角色6选1，有些肉肉也会问洛洛应该要选哪一只比较好。洛洛自己会建议，若你已经有凝光且未达2命的话，蛮推荐优先换凝光的，也适合队伍中还没有一只好用的主 C 或副 C 的角色人选。稍后也将会解说关于凝光的天赋技能、命制作、武器与适应物搭配、队员搭配、操作技巧等等。影片开始前，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先订阅一下洛洛的频道哦。凝光是4星的炎属性法师，角色定位在主 C 或副 C 的位置，其伤害皆为炎元素伤害，也因为炎元素本身不与其他元素形成元素反应，仅能透过炎元素接触到的属性所产生的结晶来生成对应护盾，因此炎元素的伤害一般都会比其他元素的伤害再高一些，只是上限比较没有办法像是融化、蒸发之类元素反应的上限高，但炎元素的输出倍率也相对比较稳定，面对除了炎元素以外的敌人其实都有一定的输出量。凝光整体的技能与大招都相当针对单体或较集中的敌人，除了无相之眼外，单挑 BOSS 的时候都会有不错的表现。再来，凝光也是一个很适合平民玩家培养的角色，整体的培养成本不用很高，操作上的难易度也不高。新手在完全没有主 C 的情况下，0命其实就可以上阵，1命之后开始在输出上有明显增幅，2命就可以媲美5星的输出。技能远距离且在锁定的优势下，无论是在探索地图、打野怪、打 BOSS 时，也可以一人跑遍独撑全场。有些副本有地脉异常会有元素反应的惩罚时，炎属性的优势也可以在很多情况下维持自己的稳定。单挑能力高，面对分散的群怪能力较弱，需要透过巨怪伤害才会出来。凝光的普攻是输出的核心技能，攻击时会发射带有2枚宝石，并且命中时会生成1枚星璇围绕在身边，最多累积3颗。若蓄力攻击则会消耗50点体力并发射1枚巨型宝石，同时若身上带有星璇也会同时将所有星璇一并发射出去，造成额外伤害。若被动天赋1突破后，身上带有星璇的凝光、蓄力攻击都将不会消耗体力。宝石与星璇都是具备追踪导弹的效果，可以绕过盾牌直击丘丘人要害，但还是要注意会受到障碍物影响。前方有柱子的情况下，追踪导弹并不会太过于智慧，而是撞在柱子上。按照普攻和蓄力的追踪距离长短来看，也会稍微有些差异。普攻和蓄力的宝石追踪的距离是会比星璇的追踪距离短，因此释放星璇时也要注意一下与怪物的距离，需要透过练习去抓该距离的长短。一技能玄机瓶生成后可以抵挡投射物，耐久度取决于凝光的生命值。生成玄机瓶的当下也会对附近敌人造成炎元素范围伤害，伤害数字还不错。要注意的是，玄机瓶并不像炎主的荒星可以长按选择生成位置，在使用时要注意生成的角度与预判位置。若凝光的普攻距离为长距离的话，玄机瓶的距离会比较偏向中或短距离。也要注意，若生成的地方有障碍物或是空间较小，也会有无法顺利生成玄机瓶的情况。被动天赋2突破后，穿越过玄机瓶的角色会获得10秒的12%炎元素伤害加成。大招天拳风域会生成6颗具有追踪导弹效果的宝石飞弹，形成大量炎元素伤害。若附近有玄机瓶时，会一同连玄机瓶再生成额外的6颗宝石飞弹协同攻击，等于是2倍输出的意思。因此大招在释放时也尽量要在有玄机瓶的时候再使用，效益才会最好。单打敌人时，这些宝石飞弹全部击中在同一名敌人身上，会是很高的瞬间伤害，而且大招能量只需要40点，冷却12秒也不长。若总计12颗宝石飞弹，单颗飞弹伤害假设139%的情况下，凝光这样的大招就可以打出1668%的伤害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固有天赋是可以在地图上看到附近的矿点，在日常采矿时非常方便，透过普攻挖矿的速度也还算快。在天赋技能升级顺序上，会建议优先将普攻点满，其次 E 和 Q 的伤害也都很不错，可以平均升，或是看自己的攻击习惯，优先提升自己比较常用的技能。0命时的凝光就像是一个还未琢磨过的璞玉，使用起来会有些别扭，但在新手时期没有任何主 C 的情况下，可以先占用，或是放在队伍中副 C 的位置。后续透过命制作的提升，就可以将凝光渐渐打造成一颗耀眼的宝石。命制作1的凝光主要就是普攻命中敌人时会有范围伤害，但范围不算大，因此还是适用在单打，或是让敌人尽量重叠或集中在一起。命制作2的凝光在释放玄机瓶时会刷新冷却时间，每6秒可以触发1次，等于每6秒就能够放1次1。若是透过大招来震碎玄机瓶的情况下，也会触发这个命座效果，所以命2的凝光就可以玩 1Q1 的瞬间高爆发伤害。命制作3和5分别提升大招和玄机瓶的等级，
命制作4可以使玄机瓶附近的角色增加10%的元素抗性，在使用效果上比较普通一点。命制作6解锁后，大招释放完后会生成7枚星璇，这7枚星璇是可以再透过蓄力攻击一同发射出去的。不过追踪距离似乎比起一般的星璇要再短一点，在使用上要拿捏一下距离。若是对到非大型怪物的敌人时，可能会有散射的情形，尽量抓在中短距离左右再蓄力发射。4星武器首选机型武器的霞里日月，某些情况甚至会比4风原点还要好用。副词条暴击率的效果下，在搭配摄影物时会有更多的空间，被动效果增伤对凝光来说也很实用。唯独可惜就是没有加到重击的伤害。其次可以选择的武器为副词条爆伤的流量乐章，适合打一波爆发。只是流量乐章的 buff 是随机的，而且会有1/3的概率会选到对凝光没有什么用的元素精通爆，但还是可以用。若以上2个武器都没有，则可以选择副词条加攻击的招星，或是副词条加爆伤的黑岩飞玉。真的再没有也可以用万国珠海图谱，主要是需要它叠加2层的伤害效果。5星武器若是主 C 凝光首选4风原点，战场时间越长，最多可以获得32%的属性伤害加成。副词条暴击也让圣遗物空间有更好的搭配。另外一个城市之锁也是可以选择的，后面岩队优化后，透过中离减抗20%再打爆发，伤害或许可以高过4风。只是副词条加的是攻击力，就会影响到圣遗物在找暴击率的自由度，同时也要注意需要维持护盾的状态。以大佬们的心得，还是会比较推荐4风一点。另外一本5星书《天空之卷》，优点是不用担心切角色后 buff 效果就不再或重来，比较能保持稳定的伤害。50%几率产生的风球为物理伤害，若遇到鼹鼠角色也能多少削减。只是副词条加的和城市之锁一样是攻击力趴数，圣遗物选择上会比较受限。4星圣遗物可以选择战狂2件加5人行者勇者2件套，或是5人行者勇者4件套。5星圣遗物会比较推荐幽谷2件套加角斗士2件套，原因是这套都可以兼顾到明光的普攻、E 和 Q 技能。若是在没有好的角斗士套装下，也可以选择宗师2件套，也会有人推荐逆飞流星4件套。若是能够一直维持全程护盾的状态下，伤害也是不错的，大约高出个5%左右。主属性的部分选择暴击或爆伤的理之冠，攻击力趴数的十之沙，岩元素伤害加成的空之杯，让暴击比爆伤是1:2，爆率至少撑到50%左右。副词条的部分，双爆大于攻击力趴数，大于元素充能，大于攻击力。凝光作为主 C 的情况下，可以再搭配一个能够出来放招挂元素的副 C， 像是香菱、菲希尔、莫娜、行秋等等。高命座的副 C 也能够搭配打出不错的伤害，又或是搭配岩元素的队员，凑岩元素共鸣增加岩伤，像是诺埃尔、钟离都可以。岩元素的角色的话，和钟离的适配性会比较高一点，透过钟离充能很容易可以无限大招，而且2位角色摆在一起真的好搭，拜托你们结婚。而由于凝光的输出要最大效益的话，会需要有巨怪工具人，首选温迪，最后再搭配可以恢复的任意奶妈。若是诺埃尔的奶量足够，也可以不用放奶妈，或是再放万用的班尼特增加输出伤害。总体来说，凝光的队伍阵容还蛮灵活的，有双炎、双风、双火的共鸣，按照自己的喜好搭配都是不错的。在一开始使用凝光战斗的时候，要熟悉一下一个叫走 A 的打法，主要就是边普攻时要按住方向键的其中一个方向边输出，让凝光身上累积1到2枚星璇后就蓄力攻击发射飞弹。透过走 A 能够增加凝光一部分的攻击速度，蓄力攻击时比较不会有后摇的等待时间，在攻击上会更加顺手一点。虽然有人会说1枚星璇加1次蓄力的攻击最高，又或者是2枚星璇加1次蓄力的攻击方式最好，但洛洛自己大方向就是累积1到2枚星璇就会蓄力攻击，自己用的顺手就好，打得死怪就好。整体来说，凝光2命就很够用了，不需要高命座也可以打出不错的伤害，甚至担任战场输出。若是要再往上提升，就建议直冲6命完全体。虽然洛洛的凝光目前也就1命，但是透过武器和圣遗物的搭配，跑图或是打副本时也都很吃得开。在帮新手打9层以前的深境螺旋时，使用0命凝光也还不错。对新手或角色池不深的玩家来说，建议培养一只角色，也是一只白富美，跑图时赏心悦目。洛洛后面6选1就是非凝光不可了。后续还有想知道哪只角色的深度分析，或是有其他的问题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洛洛都一一回复。觉得影片内容实用，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，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抢鲁若帮会员，并享有专属福利。最后，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，给洛洛一个鼓励。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，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娱乐 YouTuber 鲁洛洛，我们下次见喽。